我在赌场出来就是要吃好、拿好、拿满，都免费的。黑糖真奶，好老一点。美诗美高梅可是有被澳门人誉为当地最好喝的真奶，而且是在美诗美高梅赌场中免费无限供应。来澳门一定不要错过美诗美高梅，来一趟赌场能够品尝免费的真奶外，还有免费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以及爆米花等点心无限吃，特别是在扑克现金桌上更能兑换免费的餐点，多样非常好的礼品。还有人人想要的赌场优先通行证，更加码免费参加每一季赠出30万港币奖励的扑克锦标赛，也就是这一趟主要的目的。究竟 Nevin 和 Jeff 的 Last Longer 谁能活比较久？结果如何？都在这一集一一揭晓。这次来澳门的布斯达现金桌是要来比赛，澳门开放的比赛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坐车去酒店。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美高梅的房间，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一间真的很厉害，它这间有2间厕所，一进门这边，你看所有东西都是触控，全部E化了，你看。因为我们这次住的是套房，这边就有一个小餐厅区，然后还有一个很大很舒适的客厅。那它的窗户都是落地窗的形式，看出去我们的房间看出去的新豪隐晦就在这，这就是那个著名的摩天轮，你们看到的这个吧。主卧的部分呢，就是一张 king size 的床，像我们这一次带小孩来睡也是位置都很足够。一入里头就看到了好多水果，这招待真的是太齐全了，哇！8种水果祝你发，还有他们楼下的这个马卡龙，我儿子的最爱。那另外的话，他在冰箱柜的部分啊，所有饮料每天都是会来补的。他们有特别跟我们讲哦，你们如果想要来找一点澳门当地的必吃必喝，这是必喝，他们的澳门限定啤酒。然后上面有大3把，这就是 mini bar 的部分，还有额外就是付费的酒类，然后跟招待的茶类跟咖啡机。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更衣室，因为我们有小孩，你看它有可爱的睡袍，小朋友的拖鞋。接下来介绍大家看到了就是它的厕所，它的厕所呢也是非常的大，几乎占了这整间房间的有1/3吧。首先呢就是双卫浴的这个洗手台，然后很大的一个浴缸。那我们来看最后，要看房间是否有高规水准，来教你用4大点来证明。第一，有所有的智能系统，所有东西包含温度、灯，你想要的都可以从这个上面搞定。第二，房间内配蒸汽室。第三，电热毛巾架，高规必备。第四，这个免治马桶 ，OK。所有东西都免治，这样子呢，你们就可以知道这间的有没有符合你想要的最高规的水准咯。其实澳门我们住过这么多家，我觉得他们算是真的是蛮先进的。厕所就是有一个大玻璃落地窗，如果想说有一些隐私的话呢，可以在这边控制，就把那个帘子关下来。好啦，我是 Nevin， 现在来到亚洲不夜之城澳门。我要开始打比赛之前，拿到一堆真的是好多的精品礼物，这个超有趣的，一个一直转，上面是跟你讲要加注扣 all in 或干嘛，所以以后不知道怎么做决策的时候，边缘我就来这边转。这次比赛呢，其实是一个神秘大佬邀请我来澳门美高美。那这场比赛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你打它的现金桌，累积到每小时的点数，然后可以参加这场 free roll 的比赛。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之后会有超级多的机会会来澳门打比赛，我相信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我来了。哎，你来，特意们过来啊！这位是谁啊？哎，有没有听过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我愿意当你篮板选手。听过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90年代我回去再好好教训一下。时代的眼泪。好，没有啊，这是 Jeff 严爵，欢迎。Hello。
这次我们来这边会特别参加这个邀请比赛，其实本来我们就有一个关系，就是师徒的关系。这是算是首次公开讲，对不对？我之前好像是在我的 po 文上，就是我拿到那个慈善赛的第1的时候，我有特别谢谢教练，那算是第一次讲，但是这是我们同框的第一次。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我们可以一起进步越来越好。透过我觉得更多自己的亲身经验，然后你有自己的经验，希望我们可以进步。好，那我觉得这次比赛，我们来一个竞赛。虽然它是一个 free roll 免费邀请赛，但是它也有所谓的奖励权。那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 last longer， 去打比赛，看谁活比较久。先出局的就全包全包你讲的哦，所有这趟吃喝玩乐全包，全部。那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先收下来。好了，我们进行我们的比赛喽 ，Let's go！我们在美高梅的第一餐，我们来吃的餐厅叫纯餐厅。这家店的位置超级好，就在他们的世博广场，整个超级挑高，然后是透天的这个广场之下，所以你看还有太阳投射进来，这个光线那个感觉非常的舒服。美高梅呢的这个世博广场，它呢每天呢都有多场的海洋秀，小朋友呢都可以很 enjoy 在这边，海豚在空中游泳。那这家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吃到港点，除了有脆皮猪、是咸水饺、鸭，这一趟呢，我们会把美高梅吃好吃满，可以分享每一家餐厅的不同特色，跟我们喜欢的，还有客单价这些都分享给大家哦。这次比赛会很有挑战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是一个 free draw 的比赛，回馈给这个 cash game 的玩家，所以它的闲圈其实比例超少，所以是蛮有挑战度的。对啊，对我来说是初体验，因为我没有在澳门打过比赛，开始有很多扑克大赛了。想当年我可能7年前刚开始打扑克，也是因为发现澳门有很多国际赛，我就真的把我的家当直接带来澳门，直接拼的，带一本书来打红龙杯，现在想起来超级鱼的，所以我像是鱼里面生存下来很幸运，那时候没有破产的。对啊，其实澳门在以前真的超多比赛，不管各大小比赛全部都在澳门，因为以前在疫情之前，还没有这么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开发的协会跟这么多比赛出现，所以只有在澳门是赌场办比赛。那我打的算比较晚了，更早的时期，其实澳门已经进行了可能有5年或更久的比赛。是，接下来我觉得澳门应该会是亚洲德州扑克比赛新的一个大战场就出现。听你说6月有 WPT 的赛事会在澳门？对，有非常多赛事，就是各大品牌应该都入驻澳门。澳门反正就是吃喝玩乐方便又快，超期待的。因为这一趟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以往我会打一场系列赛，是每天疯狂要打比赛，但因为这一次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机缘，来玩这次比赛以外的MGA美高梅办的这场大赛，我们还会在这边特别享受美高梅所有一切的周边的吃跟喝，还是要好好犒劳自己，慰劳自己，然后我们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感谢教练，感谢教练。大家去赌场要干嘛？办会员。吃饱饱了。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轻松的行程，去看看比赛的地方，然后看看这个现金桌，休息一下。今天晚点就来打现金桌。好啦，赌场里面不能拍摄啦，我们要到这边要卡掉喽。来，再看看，这是我的神秘天地。哇，这个健身器材空间很大。好了，没有搞得像是我在卖健身器材一样。其实呢，我想来赌场，很喜欢来到这种健身房，它地方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但都是当个一日的什么健身米虫，假装有在运动，其实没什么在运动。这叫 GTO 健身。你上次健身什么时候？不好意思哦，看起来好像我胸肌其实都是肥肉。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还约去那个300壮士，对不对？要去西门町健身，然后之后那天刚好在那个维修。那一次就是我上次运动的时候。自从我打扑克的时候，我真的没什么在规律运动，就是真的是像去赌场来这个健身房疯狂一下，满足自我心里的这种安慰感。其实我觉得今天比赛啊，今天这场是场免费赛，所以来打的人都是因为回馈的，
大家都会非常火花。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大的策略就是一开始就先打得非常的小心，就是不要骗人，不要偷鸡，就打诚实牌就好。先看看哪些人想要自杀，全部送一送吧，我砝码先捡一捡。反正呢，就是打紧一点，先捡筹码啦，随缘。这是美高梅的比赛啊，它是特别的邀请回馈给大家来打。这场比赛的第1名呢，可以免费拿到这大概11万左右港币以外，最关键还有一个特点的服务，就是叫做特快卡。意思你拿这张特快卡，以后你来打现金桌，在这个期间之内，你都不用排队，你是1号位可以马上上桌。然后在美高梅都是8人桌，所以你一定可以进去打9人桌。那你就不用排队，所以这张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别礼物啊。开始分享今天的比赛手牌，那这场比赛呢是 freeze out， 只能在 A、B、C 3个小组选一个小组打，然后我选的是 C 组。其实筹码有2万，我是被邀来这样玩家，所以我是2万筹码开始。好，那这比赛呢，一开始是20分钟升榜，我是2万块的起始筹码。我在100、200的这个级别啊，玩了一些手牌，玩了一下，就是说 AJO 抵抗，然后或是开注大小盲，然后 defend 就是继续都没中牌。就盖牌。那这比赛有一个特色，因为有非常多的玩家第一次打比赛，或者是一些可能找来的玩家是比较余热的，所以大部分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免费的比赛，都不想要盖牌。所以意思是我们不能有太多的一些像平常的一些打法是太多的 bluff 或太多的一些炸胡，反而在一开始不是好事情，所以打得非常非常诚实。好，那我在这个级别一路从100、200到200、400之间啊。也玩了一些大盲抵抗的90的不同色，然后甚至终于有一手牌 AJ 梅花，我3B 中位玩家 Open， 他开700，我3B 到2100，结果开8 Highball， 然后就一路吹到 River， 他是89，我们就没有收到这些中小底池。其实筹码我大概从2万、18000到一路2万1、1万9，然后以及在这手牌蛮关键的，这是 Ace King 我 Open 终于有一手牌了，3连底池。然后大盲有一个玩家就是他永远都是不会盖牌的，就是连规则都不懂。然后我后面做了一家比较会玩的跟注，好3人底子进去之后呢，我又被卡在中间，开一个什么吃 highball， 我又不能动。过牌之后，对方下注，比较约玩家也跟注，我就盖牌。然后后来也没有开我的 A 跟 K， 那最后这个中位后面玩家应该做蛮强的牌，我一直等不到机会，但至少筹码还行啊，就是一回实在至少没有掉非常非常多，然后一路到后来现在落在大概1万4左右。这种呢，High 券玩家 Limp EBB 就是这个每把都会入10的玩家 ，DO 位的玩家加注到1500，盖到我在大盲，我看了我手牌 KJO， 然后我的有效筹码大概剩下落在25到26 BP 左右，可以跟也可以 all in。但这场比赛其实落在的前圈可能不到5%，如果打得太小心，盲注又很快的情况下，不见得会有更好的机会，所以我最后决定 all in 我的 KJO。只有 C 位玩家他跟注，对，那 C 玩家是 S Queen， 还好我们没有被压制 ，Flop 开了 K Highball， turn 也无关紧要，几率非常大，我们有机会可以翻倍了吗？River 发了 A 被3out，对，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就落后了，只是这把牌没有顶住，我们3张中了，后来 River 开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出局了。所以这个免费赛我们就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打了。比赛到了这边了，那当然只有几手牌，非常不过瘾嘛。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晚点去打现金桌。这次的体验比赛真的超级好的，超赞。啊，最后很可惜啊，我其实在 Day 1就出局了，所以根本没有机会打到 Day 2。但你打到 Day 2了，而且成为了 Bubble Boy， 好像18个人前圈嘛，18人，然后第19名跟我，他只剩4000个 chips， 所以他应该是下一个要挂，我是第20名。你好像在20之前先跑出一个 S Queen 输一个77的大 flip， 超大 flip， 哇，这个过基本上应该蛮有机会可以打到决赛桌。呀，因为昨天晚上其实还是特别到就是教练的房间去问一些 strategy， 就是说那以这样子的赛事结构，在 near bubble 的时候要做什么样子的决定。那我们看到他的奖金其实是都在前3名比较多，后面真的是超级小的。对你进18，虽然进前圈，但就3000多港币。后面没看到这个表，他的表有写说这个前圈表，很有趣的是，例如说第9、第7都一样的钱，它跟一般的 final table 是不一样的。Right， 所以想说在 near bubble 的时候，其实策略是要冲嘛，所以我那时候25个 BB 去跟一个19 BB 的直接翻前撞，然后他是77直接 shove， 那我其实已经最坏打算就是他应该是 JJ 10的牌，会19 BB 直接这样做。那我拿 AQ 的时候，我就是要冲马嘛，那我就是跟他跑，然后跑输， OK， 剩下5 BB。看你归到。对啊，有一手牌想要请教一下教练的想法，因为是这个时候剩下22个人，21人就进 Day 2。盲注是1000、2000，有效筹码我们3个都大概30 BB 左右。第一家就是 Button 开了6000，
小芒冷根，然后我这边 squeeze 了一个15000，那算是一个比较小的 size， 因为我其实手上拿 A7O， 但我想说我的 AA 应该也会这样打。了解啊。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第一件事情要先了解，你说在是已经 Day 1的 bubble， 但是这场比赛呢，进的 Day 2根本没有钱，对，而且进 Day 2好像60多人，只取18人有钱，所以其实可以把它当成就是还是一般在走 Triple EV 为主，不会是这么的有影响前进的关系。是，好，那有趣了，你在大盲选了这么小的3B 尺寸，请问你拿到，例如说前5%、AKA 圈，你的频率也会这么多是这个注码吗？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问题。那我觉得这边是我的话，我觉得可以调整几个小地方是，我比较喜欢这个3B 尺寸再大一点，至少是他打了6000的3到3.5X 的尺寸。那如果你们是单挑的情况，没有小盲的，那你的尺寸是可以2.5到3.5，我觉得这空间都行。那你比较好去平衡一些。例如说你一些要 bluff 的范围，像这把 A7，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才不会这么好的赔率可以去跟。不然你看我是button open，你大盲3B，我怎么就会相信你就一定有牌？对，而且这个位置大家也会猜测说你不见得牌很好。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比赛？只是 free roll 的。我觉得这很关键。所以 free roll 大家应该会更多的抵抗欲望，或者是更不害怕输，比较没有所谓的成本压力。是。对，所以这边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尺寸大一点，或者直接 all in，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也可以接受，大概你好像快28 BB 啊，实际上，所以如果你觉得 button 是在抢小盲跟，但小盲你只要留意这个小盲玩家，他不会去埋伏很多大牌的前提之下，我觉得直接 all in 也是一个不错选项，对，所以 all in 3B， 或者是你要盖牌都行，看你自己决定这个频率，而且没关系，你有一个很大的奖励。大家也回顾看这比赛，记得是我们当初先说什么？你说了什么？当初先出局的就全包。那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先收下来。希望我们之后有更多接起来澳门，然后可以赢到更多的港币。Yes。各位，我们现在在世博茶店，跟大家 say hi。你说刚刚吃的最好吃的草莓蛋糕是哪里啊？在那里哦。那现在你是不是想吃这个下午茶？对。哇，你想先从哪个开始吃？好，那你可以开动了。那它就是有甜的，有咸的，然后因为它这里的招牌是狮子，所以我们多点了一个狮子，这是没在组合内的。那它有2盘这个，等一下还会再有1盘这个，真的是超丰盛，我觉得2个人根本就吃不完。那他刚刚有介绍，因为现在呢就是巧克力的大赏，得了很多大奖的一个巧克力的这个评比，所以它就是这个系列是巧克力系列。你刚刚吃的这个 scone 好吃吗？喜欢吗？喜欢。那它这边的话就是甜食区。都很精致，那我们等一下就来享用看看吧。各位，这个东西你们如果想要来吃的话，不是想来就有的，就是它是3点到6点。虽然是3点到6点，但像我们昨天4点半想吃，他说已经卖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吃的话，会建议他3点一开门就来。你们如果前几天就来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们就先跟他说，要先把这个下定起来，才不会说到时候扑空。这里的环境是真的很好。非常适合午茶，不管是姐妹、家庭还是跟着小孩都非常适合哦。现做鸡蛋仔的地方，这也是每天只开到6点，我个人觉得很棒。然后我要推荐这个，他说啊，他们这个每一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的那个他们的招财狮，然后因为这边它不是海豚秀吗？海洋秀，所以你看它这个是有帽子，但他说比如说兔年、龙年什么的，会有特别的兔的娃娃、龙的娃娃这些。比较特别的经典款，所以如果大家有来到美高梅，这算是他们美高梅的纪念品。它这边的话，就是像我们在房间里有吃到那个很好吃的马卡龙，在这边其实也有做贩售。然后我要讲一个最特别的秘密，你们如果去赌场里头，赌场的那个珍奶就是这个一杯价值45块钱。他说金狮的珍珠奶茶跟金狮的珍珠鲜奶。就跟赌场里那个免费的一模一样，插在这个比较大杯，你里面只要多喝1轮，你就等于一次喝省了40港，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你想要喝你喜欢港味，他们的话是额外有一个叫做金牌，这就是要自己付费才喝得到。所以你如果想喝一点不一样的味道，你就可以来这里品尝看看咯。好，你看，谢谢。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鸡蛋仔来啦，那我们就去吃看看吧，超级漂亮的。
下次复活节，复活节有什么东西Easter Bunny。 ？That's right， 有 Easter Bunny， 所以它就有这个蛋。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蛋弄碎看看。利润比较高，对，所以。哇！ Want to try 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接下来那个我的经验是基本上到时候问题，然后开始就一开始。如果你想喝赌场免费的珍奶以外的付费珍奶，这个超推荐。你看它超可爱的，有没有看到这个狮子围绕在这个珍珠旁边，很像在泡澡。然后它的狮子就是一个那个奶茶冰砖，超级精致的狮子。然后它的珍珠我们刚好吃，就我昨天也有喝，我昨天外带还不知道会长这个样子。然后它就是自己选择自己要加多少糖，所以它原本的这个港式的奶茶是无糖，大家自己决定自己要加的糖度。在这次有限的时间，可能不管打几个小时，有玩的这些手牌跟大家做一些美高美的现做分享，也是我第一次来体验。好，一开始呢，100、200港还没有位置，所以我先下桌打一下50、100港9人桌。那有效筹码就是3万。好，这边直接会开注一个300，然后我在这个小盲拿到 KJ 红色，我选择3B 到1300，结果大妈玩家跳下来空降扣跟注 ，CO 玩家也跟注这个3人底池，发不开一个这个 A High Ball， 但我这边有带一个 Gasha 跟后门花，然后我在这个底池里面下注一个非常小注码1000，结果2家都复牌了，非常幸运，一开始就收下一个很不错的底池啊，所以其实你也不需要说在这边底池什么要下到很大的注码或干嘛，因为这边我们有一个后门花，还有的正门一个 Gasha， 所以我们可以在 turn 上 river 去做更多的 double barrel， 所以这边3张你不见得说你要下非常非常大的注码，因为这样子其实你会发现，虽然大家都抓很深，或者有些人空降，那他们的牌会跟就会跟，不会跟就不会跟，他们范围其实都被锁定在一个区间了嘛，对不对？好，那再来接着玩一玩就有桌子啊，我就去了100、200的桌子了，所以150、100才玩一下而已。好，接着100、200的8人桌，然后这把牌也蛮有趣的，一开始就前面玩家开注，中玩家跟500，那我看到我手牌就是一个 KK， 我就3B 之后呢，2家都跟注，然后开一个 A High Ball， 大家没人敢动，因为我有位置也不用乱动，所以全部去到 River， 就又很幸运，一开始就收下一个这个底池，还不错。好，目前就很不错，现在是一个水上6000左右。好，那接下来呢，这手牌有人强抓到了400，所以是3个盲注，盖到我在 button， 我 button 我开注一个1100，大盲跟注我们单挑，发不开一个 A High Ball。这边呢是2张小的 A High Ball，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方要中到牌的机会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多，然后又有一个花座，那我手牌呢这边是一个还要买花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手牌，我在底子下中下一个比较大的注码是1800，对方跟注，然后呢turn上呢掉一张这个9是一个双花座，所以9其实影响战局不大，原因是因为很少人会扣很多9左右的手牌，当然除非他身上是也在买花的情况，才有可能会击中到一些9。或者是他可能这种突配也有可能。好，那他 turn check 之后呢，我在这边下注一个极化注码，就是将近快满帕。这里满帕跟凹帕，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在这个双花座势下，我不管中什么大牌或什么样的强买牌，我都会去下这样的一个注码。好，对方想超久之后呢，感觉好想加注，就后来他有跟注了之后呢 ，river 来一张后门花的4，那这样是没有到很好，因为是叠牌。所以有点难再去做投机的，因为通常跟2发下来的这种过程，对方都会有一张 A， 可能turn上他还有多带花，可能身上他在买顺这些手牌，所以在这边我决定要放弃。结果对方秀了一个920，然后他说我早就在turn上不相信你了，早就想瑞你了。OK， 那看到这个质量的手牌就可以知道说这玩家的抵抗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可以把筹码赢回来。今天来吃的就是火锅，这里面有一家感觉超级厉害的火锅，可以吃很多很多的好料。然后看它这个有一个很可爱的围兜兜，然后它的位置超好，就在可以直接面对看永历皇宫的这个水舞的地方，还有缆车。所以等一下每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水舞哦。那它这家餐厅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的火锅就是单点汤底，然后额外的话再点你想要吃的肉类以及配菜，我们就开动，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喽。他负责讲，我负责煮。然后这个很夸张，你看这个好像不到2分钟全部都上。
这个北平烤鸭，它超贴心，已经帮大家卷好一卷一卷，直接就可以吃喽。来这个内地或是来澳门，我都喜欢吃的就是小龙虾，因为在台湾很少会可以吃得到。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你们如果来吃这家店呢，真的不但要人多，大家就算人多也都点小份就好。在这边呢，它是讲的一两人份，每次一来就可以用了4、5碗。像这虾滑也是，它是一两人份就来了3、4人，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一定要点最小份。如果你点大份的话呢，会更大吃不完。就是它宫保饭煮得非常非常香，吃起来味道没有像黯然销毁饭一样那种惊艳感。不过这大肠香肠还是不错，饭有点太黏在一起。我们点了2种汤头，一个是皮蛋汤，另外一种就是鱼汤。我觉得很特别，我这第一次吃皮蛋汤的底的火锅。然后你看，不敢吃皮蛋的人可能觉得很可怕，但你看爱吃皮蛋的人，这真的就是皮蛋瘦肉粥的汤，皮蛋汤底，我喝看看，味道很然后也不会到太咸。如果就是喜欢比较清爽口感，又喜欢吃皮蛋的人，可以喝看看。那鱼汤它就是内配就是会附鱼，所以就还不错，一大盘很新鲜的鱼。今天我们点了另外一种的汤底，是这个澳门著名的大骨汤，比我想象中的来的丰盛超多。这一锅来就这么吃饱了。这一锅300港，我觉得超值，真的很值。看这个感觉就超厉害，而且汤是好喝的浓郁的汤头。它刚刚这个羊肉热腾腾的送上，不要辣，跟你们讲，我学到了，叫做走辣。走辣就是不要辣。那我们呢一定要推荐，我已经来吃这家餐厅第3次了，我3次都点了那一壶茶，那一壶茶叫陈平罗汉果菊花茶，这是我目前喝过我觉得最厉害的茶。这一集就在美好的晚餐中画下句点。想知道美诗美高梅现金桌玩家类型，还有更多的现金桌手牌分享，澳门又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免费景点，更多内容我们下一期见。对方在3万5的底是直接马上秒 all in， 来了，带个冒死钢盔给我，铁头下去了，不管铁头哥来了，放下去。那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订阅、按赞、开小铃铛，也可以留言哦，我们会抽出不定时的赠品给大家做回馈。